是啊，这大清朝又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是所有满人的。他不过是替我们满人做天下罢了。他做得好，咱们忠于他；他做得不好，咱们换掉他。不可不可，万不得已时，老夫还有一策，那便是隐。老夫从此装聋作哑当孙子，还不行吗？你想隐退，那皇上会相信你吗？这样吧，今日之谋，绝非中堂大人一人之意，而是我们大家的公论，应当同生死，共命运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每人都在掌上写上一册，供大人选择。好，这个办法好啊！对，请中堂定夺。对，中堂定夺。笔墨伺候。你们这是逼我做千古罪人呐！失败了，你才是千古罪人；成功了，你就是千古明君。武先生在屋内等候龙公子，苏妈陪龙公子进屋吧。奴才在外边望风。好。哎，记住，不许喝酒，不许赌博。嗨，奴才重任在肩，怎么敢呢？在这条街上，如果不吃不赌，反而像个呆子。这样吧，你去对面街上那个茶楼，找个临窗的位子，坐着喝茶吧。瞧见了吧，当公子啊，可比当皇上更体贴人呐。苏妈，咱们听武先生说古论今去。落榜秀才的口才可真损，骂人骂的都妙趣横生。龙儿小友，你以为那是骂吗？不，那是在给皇帝讲做人的道理。因为历代皇帝都生以深宫，刚出生就被太监奶娘抱走了。长大以后呢，成天同宫女泡着，他们只会从奏折上看天下，久而久之，这皇帝就成了官宦的木偶。不错，有本事的皇帝是不该怕人骂的，应该留着这些骂当真药来用。再说，还有被人骂倒的皇上，只有自个儿无能垮台的皇上。小友能理解这些，大有益处。你出自名门，生来富贵，天资聪明，前程远大。但是，不能守着金银过一辈子，应该争取入朝理政，为天下百姓做些善事。先生，如果你是内阁大臣，你会做哪些事情呢？大清开国以来，不过20余年，民生凋敝，百废待举，因而首要一点便是富民养生，稳定社稷。家父也是这个看法，可我却听说大臣们认为，正因为大清开国不久，前朝余孽仍在，人心不稳，更应当扩军建营。这是多虑，他们怕反清复明，扳倒大清。依我看，却是不会。明朝气数已尽，大清如日初升，改朝换代、消除战争乃是百姓幸事。只有那些遗老遗少才痛不欲生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先生，我再问你，如果你当皇上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叫你给问住了，我只会评论皇帝，不会做皇帝。
哎，我赢了！我赢了！来，下！我赢了！看这把！哎呦，他奶奶的，他奶奶的！再来！谁不来声小狗？小子，大爷愿意陪你玩，可你小子还有银子吗你？就是，你还有银子吗？拿出来看看呀！有银子了你就赌，拿钱来呀！走，别走！哟，怎么着？还要赌啊？你没银子没物，拿什么赌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这身破褂子也可不要。就你这破褂子，就是。走，没银子没物，还有命呢！我拿这条胳膊跟你赌，老子要是赌输了，你把这条胳膊砍了去。嘿，你这胳膊是火腿还是猪蹄儿啊？老子不捡垃圾，走，站住！小子，你他妈找死啊你！没钱就走，咱走。小子，你他妈找死啊你！天哥，给我上！先生留步，过2天我再来请教。小友慢走啊，你也慢走。这死人跑哪儿去了？怎么当的差？皇上，回宫以后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是得教训教训他。哎，宋马，那既然东庭不在，咱们也别急着回宫了。出来一趟也不容易，陪朕转悠转悠，也算是体察民情了。好啊。苏妈，
这一定是卫东平弄的。我们快离开这儿吧。哎，别，朕想瞧瞧热闹。走，没事吧？走。哎呦！走开！杨茶楼围起来，不准放走一个人！快！你们这些刁民又在皇城重地聚众闹事，给我统统抓走！大人误会了，下官不是刁民，而是四品堂官，奉敖州党之命，在此等候侵犯武慈友。本都说了，枉法无情，犯法必究。你到大堂上在身边吧。大人，本官是御前四品侍卫，在这里喝茶饮酒，不慎被几个兄弟搅了进去，请大人明察。本都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枉法无情，概莫能外。你既然是皇上的人，更应该守法安民。我可不管你们是皇亲还是重臣，一律严惩不贷。听着，拿下带走。好厉害呀！这谁呀？啊，他是京城九门提督吴六一，人称铁盖，秉兵有方，执法无情，六亲不认。苏麻，你随朕来。啊。你去向吴六一传旨，说今天的事儿朕都看见了。吴六一是一个贤将，这些人暂时放了，朕自会处理。皇上，吴六一怎么会相信我这个丫头呢？把手伸过来。铁盖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知道我的绰号？我是皇上的人。这是怎么的？一个丫头片子也敢说是皇上的人？去！铁盖，看，啊，铁盖有眼无珠，得罪大姑姑了。感情皇上就在附近吗？铁盖不必四处看，皇上有旨意给你。皇上说，铁盖领兵有道，执法无情，是个贤将。今天的事儿，朕都看见了，这些人暂时都放了，朕自会处理。铁盖遵旨，站住！解开绳索，统统放了。这。奴才明珠叩见皇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朕的身份？皇上，奴才头一次见皇上的时候，就瞧出皇上藏龙卧虎，气宇不凡，因此每次皇上回小殿的时候，奴才都暗中保护，以防不测。不想今儿被皇上瞧出来了。哼，难得你一片忠心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哎，武次友知道朕的身份吗？皇上放心，武兄只识书本，不识天威，浑然不知啊。好，这件事儿你不得跟任何人泄露。这样吧，你也不必再回恒通旅店了，朕委你为五品候补道台，现在就去吏部报到吧。谢皇上厚恩。去吧，一旦有旨，你立刻返京，朕随时会用你。皇上，奴才愿为皇上护驾回宫。不必，去吧。遵旨。苏麻，此人真是聪明伶俐。朕和他们二人相处这么久，明珠就看出朕的身份，而武先生偏偏看不出。武先生大智若愚，哪像明珠有那么多心眼，滑得像油猪似的。武先生不是说过吗？君子如水，小人如油。不错，明珠是油，武先生是水。朕也看出来了，明珠志在做官，而武先生志在天下，两人不同类。苏麻，你每日吃饭能不放油吗？油用得好也是香喷喷的呀。帝王之道，君子与小人各有其用，谁也替不了谁。朕
既要用君子，也要用小人，既少不得水，也少不了油。朕要让他们两人各尽所能。皇上，奴才失职了。魏东庭，你当差当得好啊！奴才罪该万死。哼，自个儿到内务府去，说朕罚你半年的俸禄，并自领廷杖20大板，一下都不能少。奴才一下也不会少。哼，和你一块打架的是些什么人啊？是奴才小的时候的结义兄弟，多年不见了。因家乡鳌拜圈地断了活路，进京寻找前程。朕瞧他们身板不错，又是外乡人，宫里面没人认得他们。东庭啊，改日带来让朕见见。这。奴才等参见皇上。快，你们都叫什么名啊？有什么本事？奴才叫木子熙，会拳脚。皇上有何吩咐，奴才万死不辞。奴才郝老四，善使刀枪，敢打敢拼。奴才犟驴子，不怕苦不怕死。那魔的眼珠子就是我给打掉的。嘿，犟驴子，嘿，这名好，打不死，锤不烂。朕要你们进宫，是想用你们做库部，一则陪朕练练拳脚刀兵，二则给朕做侍卫。你们好生历练，有朝一日，朕会派你们做一件大事。小的万死不辞。皇上，鳌拜进宫见驾，在外头等候多时了。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让他在外面等。是。老臣拜见皇上。敖中堂，病好些了吗？承皇上惦记，老臣的病非但没好，反而更重了些。哦，那快叫太医看看去啊！谢皇上，老臣自己有药，自己能治。敖中堂真是个能人啊！啊？哦，皇上，这几个人好面生啊。哦，这些库部嘛，是朕招来陪朕练练摔跤的。皇上日理万机，还练什么拳脚？宫中卫士如林，高手如云，谁敢碰皇上一根毫毛？朕喜欢习武，这可是大清的立国之本。敖中堂，你是本朝第一员虎将，不妨露两手，教教他们。哦，不敢，这些都是皇上的人，老臣碰不得。哼，也是啊，中堂正在病中。万一让这几个少年郎占了上风，朕也不开心呀。老臣打了半辈子仗，杀人无数，眼下虽在病中，可这双铁掌仍然能劈山裂石。对付这几个人，老夫如同砍瓜切菜。是吗？好，那就试试看。朕就喜欢看人家砍瓜切菜。臣领旨。好，想不到敖中堂有万夫不挡之勇，真是朕之幸，大清之福啊！老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退下去。
敖中堂急着见朕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平西王吴三桂上折子，其朝廷拨粮200万担，以资军用。吴三桂隔三差五的又要粮食又要军饷，你的意思呢？西南边疆不稳，吴三桂剿贼要紧，臣意答应平西王。可户部粮食都用于救灾了，眼下仓中空空如也，吴三桂剿贼要紧。这么着吧，让班布尔善出京筹粮去。哦，班布尔善走不得。为什么走不得？班布尔善有药物缠身，再说臣依靠他辅助朝政。哦，换鄂必龙去吧。遵旨。老臣还有一事禀报皇上。说。九门提督吴六一护卫京城，守法尽职，应予嘉奖。臣等议了一下，奏请升任他为兵部侍郎。九门提督官虽不大，但却是重中之重。吴六一升了官，九门提督谁当啊？副将平山勇，此人乃先帝身边的侍卫，对大清忠心耿耿，可将他替补为九门提督。这样吧，让兵部吏部商议，然后再报。领旨。哦，老臣告退。东庭啊，奴才在。你们都说他是小人，朕看不是，朕看他是治国之能臣，乱世之枭雄。看，对外要笼络吴三桂，对内要笼络吴六一。唉，动作真快呀！此人如果不结党篡权，那该多好啊！皇上，刚才的差事，奴才又办砸了。啊？哼，你是说打架的事儿啊？朕知道，穆子熙他们不是鳌拜的对手。不过这次朕不怪你，鳌拜本来就是本朝第一员虎将，栽在他的权下并不丢人。不过今日你们落下一点便宜，就是从今以后，鳌拜再也不会把你这些小库部放在眼里了。好！哎呀，没想到胡太医的武功这么高深呐！哎呀，你光夸他，你不夸我呀？啊，老祖宗，您的功夫啊，那是为了健身。当然，胡太医的武功可是深不可测呀。那是当然了。不过呀，我呢也是经历了2朝3代的人了，唉，也算是啊饱经了刀光剑影的人了。不然的话呀，也不会有今天这样毫发不伤啊。没有这胡公山行吗？不行啊！啊，我说孙儿啊，最近你和鳌拜都忙什么呢？忙啊！最近我将京城周围1000总以上的官儿都查了一遍，京西建蒲营、通州大营都是鳌拜的部下，只剩下九门提督吴六一不是他的人。那你如何收拢这个铁盖呢？给他个3品兵部侍郎。哼，3品官，3品官多如牛毛，在这个京城，你扔个石头都能砸着个红顶子，而九门提督只有1个。那1品兵部尚书，那就又摆不平了，那就叫别的大臣起疑心了。孙儿啊，你要知道，那有的人呐可以用钱买，可是他不值钱；有的人可以用官儿买，像吴六一这样的人呢，你只能用恩义去换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吴六一啊，有个义父，他名叫洪家生，犯了4罪，他关在这牢里啊，已经有8年了。他一直想把他救出来，就是一直不敢跟我提。魏大人，人在这儿。魏大人，此人在此处关了8年了，年年说秋后出斩，可年年又拖了下来，不知何故啊。明白？遵旨。朕特旨，吴六一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，吾朕亲笔手谕，概不奉诏，并责吴六一从今日起统领京城巡防，凡3品以下文武官员及所属兵马
吴六一俱可节制，钦此。这道旨意一旦到了吴六一手里，整个北京城就是他的了，连朕和太皇太后的身家性命也都交给他了。皇上，三思啊！去吧，朕愿意冒这个险。东庭马上就去。东庭，朕要重用吴六一，也要防着吴六一。东庭啊，朕授你这把天子剑，记住，如发现吴六一有所不轨，即用此剑将其诛杀，不必请旨。这。假如魏东庭也有所不轨，朕该怎么办？奴婢罪过。宋马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变得这么怕朕？奴婢没变，是皇上变了，变得可怕。哦，敖中堂回来了啊！在下恭候多时。范大人，请皇上想把你撵出京城，让你筹粮去。皇上是想把你我分而治之啊！嘿，老夫略施小计，就让鄂必龙替你去。大人高明。大人，你衣裳上有血啊，莫非是想害你吗？这不是老夫的血，是狗血。老夫今儿个教训了几个小崽子，打狗欺主。怎么回事？皇上添了几个库部，说是陪他练练拳脚。皇上为何要新添库部呢？无非是想要你我的人头罢了。看来皇上已经很在意了，你我要多加小心呐。范大人放心，老夫要么不动手，要动手就必操圣劝。西山剑不营的韩军们，通州大营的黄管带，都是老夫生死之交。只剩下一个九门提督吴六一，老夫也有了新的章法。哦，什么章法？提拔他，大大的提拔他，然后把他调离京房。妙极了！吴六一请来了吗？已经请来了，在堂上候着呢。银票呢？在身上。好，走。下官吴六一参见敖中堂韩大人。吴军们，多日不见了，老夫真是想念你呀！吩咐总管家宴伺候。谢中堂，下官实在不敢当。请大人请。请。啊，吴军们就任九门提督以来，统兵有方，执法无情，朝廷上下一派赞扬啊！吴大人，敖中堂经常对我们说，本朝所有悍将当中，他最佩服的两个，一个是平西王吴三桂，另一个就是您了。是啊，是啊。中堂大人抬举下官了，下官愿效犬马之劳。哎，吴军们在提督任上已有多年了，为什么久久不能提拔呢？下官不知道，只听人说下官是个悍将，应当多历练，经受考验。荒唐！无论满汉都应该一视同仁嘛！啊！哈哈，不瞒军们，老夫今日已奏报皇上，将你提拔为兵部侍郎，正三品，上书房行走，参知政事啊！哦，谢大人，吴六一感恩戴德，以图厚报。恭喜吴大人，这个三品侍郎啊，皇上本来是不同意的，说你义父有罪，仍在牢中服刑，啊，搁着再说吧。是敖中堂硬是从皇上那儿争来的。中堂大人，下官义父虽犯罪服刑，下官可是一直奉公守法，为何要株连下官的前程呢？哈哈，莫说你，皇上对老夫也是多有猜忌呀。啊，罢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吴军们呐，哦不，兵部吴大人，
今后你我同朝理政，荣辱与共了。你的福便是老夫的福，你的祸也便是老夫的祸。下官刻骨铭心。吴大人，我这里有10万两银票，你拿回家去，做贴补之用啊。下官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银子，谢中堂大人，但是下官万万不敢接受。啊，老夫一点薄礼，吴大人何必推辞呢？中堂大人，恕下官草莽脾气。下官人称铁盖，穷了一辈子，但总觉得穷些好，穷得安心。铁盖为官是奉公领命，一旦收了大人的银子，铁盖从此之后就不敢放手做官了。怎么样？老夫早就说过，铁盖高洁，不会要银子，你非要给。下官糊涂了，下官糊涂了。恭喜大人荣升兵部。还没有下旨呢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快？好事传千里嘛。咱们是同喜呀。我如进了兵部，这九门提督不就是你的了吗？下官不敢妄想。不必在此转悠了，当值去吧。这……哦，在下魏东亭，不请自入，酒后吴大人。哦，魏大人，上次在茶楼冲撞，多有得罪。今日府上相遇，仍请照应。魏大人是天子近臣，而下官只是个粗人，魏大人照应下官才是正理。魏大人既然光临韩府，下官静候吩咐。果然是个爽快人呐。吴六一接旨。朕特旨吴六一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，吴朕亲笔手谕，概不奉诏，并责令吴六一从即日起统领京城巡访，凡3品以下文武官员及所属兵马，吴六一俱可节制。钦此。下官心惊肉跳，不敢接旨。你要抗旨吗？下官怎敢抗旨？而是当不起这等重任。魏大人，请看，谁拥有了这道圣旨，谁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全北京城内杀伐决断，集于一身。吴六一只是个粗莽武夫，又是个汉人，难道皇上不担心下官作乱吗？下官因而不敢奉旨。皇上担心你作乱，但皇上相信你不会作乱。皇上说，这道旨一旦到了铁盖手里，全北京都是他的了，连太皇太后和朕的身家性命都交付给他了。在下曾劝皇上三思，但皇上说，朕相信他，朕愿意冒这个风险。臣接旨谢恩。铁盖，请起。皇上将他的身家性命都交付给你了，你有何要求？铁盖奉旨行事，无任何要求。你昔日落难时，有一个叫洪家生的老头救过你的性命，你认他为义父。后来此人因触犯刑律，身陷死牢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为何不求旨释放他？洪老义父对我虽有大恩，但是王法严峻，铁盖不能徇私枉法。皇上现在有求于你，你可以请皇上恩准释放他。绝不！在这个时候向皇上求旨，岂不等于要挟皇上吗？吴大人，请。义父，义父，六一呀！铁盖，洪老义父是孝庄太后特命恩赦的。太皇太后说了，北京城红顶子多如牛毛，但铁盖只有一个。太皇太后希望你无论官做多大，有多大的权力，都永远是铁盖。义父且慢，六一还要再委屈你几日。魏大人，烦你将义父再抬回牢中去。
为什么？太皇太后要我永远是铁盖，可我如果接受太皇太后的恩典，就不配是铁盖了。铁盖要用性命为太皇太后立功，凭本事，赎回义父。好，好，老夫在牢里等着你建功啊！在下从命。抬回去。呵，大臣们都打轿回府了，鄂中堂还在忙碌啊。敖中堂不是也没走吗？正要走，瞧见上书房的当值官还在，料想你在加班，就进来看看你。哎，老了，丢三落四的，遇事总犯糊涂。这不，兵部的几份折子，我实在看不明白。兵部连连催着我上报御批，我真做难呐。哦，都是些什么折子？通州大营更换2名偏将，3名迁走。西山大营换防限5日完成。敖中堂，这兵部想干什么啊？太平盛世的没见打仗啊，你看看。好，这2件事我都知道，均属于正常调动，似乎动作太大了吧？鄂中堂啊，这养女人犹如养猪，得好好的圈着；这统兵则如同养狗，得时常的牵出去溜一溜。将士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容易安逸堕落，也容易结党谋私。所以每隔1、2年就要让他们动弹动弹，免得狗肥成了猪，一旦要用，上不得马，拉不开弓啊！这可是统兵御将的万全之道啊！只是说出来不雅。精辟，精辟，在下佩服得很。敖中堂，你请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统理军务的，这折子还是由你来批复吧。皇上有过旨意，着你我统理军务，些许小事，你批复了就成。哎呀，你请，你请，你请。鄂中堂，我跟你实话说吧，我不是不能批，更不是不敢批，而是你批比我批更有利。此话怎讲？这些将士多半是随我打天下的，我总得避避嫌吧。再者，你是知道的，皇上虽然用着我，却更信任你。敖中堂的意思，我不批是不行喽。再者，此事还关系到兵部的将士的饷银，大家都眼巴巴地瞧着你这支笔呀。等事成之后呢，好好的谢您呐。那我就批了，请。皇上，臣奉旨筹粮，准备今日离京，特来辞驾。鄂必龙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这把年纪还不辞辛劳，朕于心不安呐。臣该当的。筹粮是件苦差事，你又体弱多病，朕本以为你会托病不去的。没料到你竟然接旨即行啊！老臣效忠皇上，万死不辞。是吗？朕想了一宿才想明白，你是怕夹在朕和鳌拜中间难以做人，想借筹粮之机离京避祸。皇上，朕说错了吗？皇上。老臣糊涂，皇上真是一箭穿心呐！你真不像16岁的少年，却像66岁的老人，什么事儿都瞧得透透的。朕生于此时，内忧外患，1岁定10岁啊！皇上保重龙体呀！
鄂叔叔，你抬起头来看看朕。朕虽然只有16岁，可今天早上起来，朕已经发现有白头发了。皇上，鄂比龙，你以为在朕和鳌拜之间保持中立，你就可以避过了吗？大错特错！告诉你，鳌拜如果篡位自立，他定会杀你；朕如果除贼成功，也会治你不忠之罪。鳌拜必败，朕必胜。皇上，老臣有罪，存心自保，犯了不忠不臣之罪呀。鳌拜最近有何动作呀？有件事儿，老臣瞧着糊涂。鄂叔叔，现在不是该糊涂的时候。昨儿傍晚，臣批复了兵部的折子，照准西山剑谱营和通州大营的调防。皇上，这事儿若无是非，那是老臣猜忌了兵部；如有是非，皇上不可不防啊。